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想象一下，在那个礼崩乐坏、政论平人的时代，孔子是如何以其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品格，为世人点亮一盏明灯。他周游列国，席不暇暖，孜孜不倦地传播自己的学说，试图恢复周礼，拯救世道人心。他所倡导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核心价值观，至今仍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。或许你会问，在现代社会，论语还有用吗？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故事。松下幸之助在创业初期遭遇了无数挫折和挑战，但他始终秉持着论语中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理念，诚信经营，最终缔造了庞大的商业帝国。他曾说，论语是我成功的指南针。那么，论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智慧？它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经典，去探寻其中的奥秘。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，也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准则。孔子对人有着丰富的阐释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爱人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体现了人类对爱与归属感的渴望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，爱与归属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。当我们以人的心态对待他人时，不仅能满足他人的情感需求，也能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践行人的方法，培养同理心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例如，在与同事发生分歧时，尝试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，而不是一味地坚持己见。主动关心他人，无论是家人、朋友还是陌生人，都可以通过一句问候、一个微笑、一次帮助，传递温暖与善意。宽容待人，正如论语中所说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当他人不理解我们，甚至误解我们时，不要心生怨恨，而是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。践行人的好处，改善人际关系。当你以人的心态对待他人时，他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你，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提升个人魅力。一个充满爱心和善意的人，往往更受人欢迎，更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当你将爱与善意传递给他人时，你也会感受到内心的充实与幸福。义在论语中指的是道义，正义是人们行事应当遵循的准则。孔子主张建立私义，反对见利忘义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义体现了人类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。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们普遍具有公平意识。当人们感到公平受到侵犯时，会产生不满和愤怒的情绪。而义的理念正是对这种公平意识的回应和引导。践行义的方法，坚守道德底线。在面对利益诱惑时，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做违背道德和良知的事情。例如，在商业活动中不参与欺诈、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，勇于承担责任。当遇到困难和挑战时，不要逃避，而是勇敢地承担责任。例如，在团队项目中，当出现失误时，要勇于承认错误，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。维护公平正义，关注社会问题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为弱势群体发声，为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贡献力量。践行义的好处，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一个坚守道义的人，往往更受人尊重，更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，获得内心的安宁。当你遵循义的准则行事时，你会感到内心坦然，无愧于心，推动社会进步。每个人的行为都影响着社会的走向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践行义的理念时，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。礼在论语中指的是礼仪，礼节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。孔子认为，不学礼，无以立，强调礼对于个人立身处世的重要性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礼体现了人类对秩序和规范的追求。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秩序和规范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，而礼的存在正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，规范人们的行为。践行礼的方法，注重礼仪规范，了解并遵守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，例如商务场合的着装礼仪、餐桌礼仪等。尊重他人，无论是对待长辈、师长还是普通人，都要以礼相待，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感受。自我约束，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避免做出不雅或不恰当的行为。践行礼的好处，塑造良好形象。得体的礼仪举止能够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，提升个人形象，增进人际关系。礼貌待人，尊重他人，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，促进社会和谐。人人讲礼仪，守规矩，社会将更加有序，更加和谐。智在论语中指的是智慧、聪明才智。孔子认为，智者不惑，真正的智者能够明辨是非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智体现了人类对认知和理解的需求。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具有强大的认知能力，可以通过学习、思考和经验积累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而智的理念
正是对这种认知能力的肯定和引导。践行字的方法，终身学习，保持对知识的渴望，不断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，拓宽自己的视野。善于思考，遇到问题时不要急于下结论，而是进行深入思考，分析问题的本质和根源。借鉴他人经验，善于向他人学习，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，避免走弯路。践行字的好处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当你具备足够的智慧时，你能够更准确地判断形势，更清晰地认识自己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智慧可以帮助你找到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，获得内心的智慧与洞察力。当你不断学习和思考时，你会逐渐培养出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智慧，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，理解人生。信在《论语》中指的是诚信、信任。孔子主张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强调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信体现了人类对信任和安全感的需求。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信任是人际关系的基础，缺乏信任的人际关系是脆弱的，而信的理念正是对这种信任关系的维护和巩固。践行信的方法，诚实守信，无论是对待家人、朋友还是陌生人，都要做到言有信，不欺骗，不背叛，遵守承诺，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尽力去完成，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及时沟通，寻求解决方案。言行一致，让自己的言行一致，不说空话，不做违背自己承诺的事情。践行信的好处，赢得他人的信任。诚信是赢得他人信任的基石。当你以诚信待人时，他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你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信任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。当你与他人建立起信任关系时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稳固，获得内心的坦然与安宁。当你做到诚信待人时，你会感到内心坦然，无愧于心。论语就像一座蕴藏无尽智慧的宝库，等待着我们去挖掘、去探索。它所蕴含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大核心价值观，犹如五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让我们以人为本，以义为宜，以礼为基，以智为方，以信为本，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，只要我们秉持着论语的智慧，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1. 每天抽出一些时间阅读论语，品味其中的智慧。2. 将论语中的理念运用到日常生活中，从点滴做起，践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3. 与他人分享论语的智慧，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，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。漫步论语治天下，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捧起论语，去汲取其中的智慧和力量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若漫漫其修远，兮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论语的指引下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去拥抱论语的智慧，让它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。